亏。哎，不过我可说好了，我儿子出生之后呢，可不能吃一点苦，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以后的进口奶粉、补习班、兴趣课、出国留学，一样都不能少。哎呀，放心吧，宝贝儿，不就是钱吗？我这半年前啊，已经给那个黄脸婆买了份保险，现在她得了癌，咱们呀，只需要等到她死。哎，你怎么还有钱给她买保险呢？小丽呀，这你就不懂了，给谁买保险就是盼着谁早死。你看我儿子就没给我买保险，是不是？死鬼，那你可要快点整死他呀！哎呀，放心吧，他回家的第一顿大餐呀，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林然，我期待你来整死我，但我更期待你知道你妈得癌后我痛苦的岁月。这些菜，剁椒鱼头、毛血旺、川式回锅肉、辣子鸡，重麻重油重辣，这些都是好菜呀，妈。那是，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这胃里出问题的人就得戒烟、戒酒、戒辛辣、戒烫、戒凉，一切对胃有刺激的食物都不能吃。咱多让沈婷吃点这东西，送她快点走。这妈，我害怕沈婷她不吃啊。不吃，你看着妈，我怎么让她甘心情愿的吃下去，还得感谢咱们娘儿俩。妈，老公，回来了，小婷回来了。你看，妈给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快坐，快坐，快坐。胃癌不能吃辣，居然故意做这么多麻辣的菜，这是唯恐我死得不够快。可是婆婆，得了胃癌的人是你呀。可是婆婆，得了胃癌的人是你呀。老婆，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妈呀，特地为你做的，来尝尝。妈，您辛苦了。可医生说过，这胃癌不能吃这么辣的。哎呀，小婷啊，妈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现在的医院呢，就会吓唬咱老百姓，哎，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就让咱们花钱治病啊，是钱也花了，这罪也受了，这病他也治不好。老婆，我愿意给你治病，就算花光我们所有的积蓄，甚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我都心甘情愿。医生说过的，我现在还是胃癌初期，只要能够及时治疗，可以停止扩散的，至少还能坚持10年。林远、陈莹，这是给你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对我还有一丝善良之心。小婷啊，你可别听医生的，哎，这哪有治得好的癌症啊？更何况是胃里的癌，胃里的癌都是恶性的。这医生呀，就是骗着你，让你多花钱，那可是个无底洞啊。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可不是妈害怕花钱，不愿意给你治病，是妈我见得太多这样得了癌症拼命花钱，罪也受了，钱也没了，人也死了。老公，你说的。哎呀，老婆，这妈说的呀，虽然有道理，但是如果你想治，我就算倾家荡产，我也愿意给你治，只要你是我老婆嘛。如果呀，是我得了这个病啊，我就希望就别给我治了，因为啊，我想把这钱都留给你，我不想让你今后往后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困难。老公，给自己脸上贴金，道德绑架我。好，林远、陈莹，机会我给了，是你们自己不要的。哎，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小婷，妈我理解你，想治就治吧，你还年轻。要是妈呀，我得了胃癌，我是绝对不治的。妈，老公，我决定了，这病我
不治。这病我不治。不治了。哎，你能想开最好。这北城啊，有个小张也得的这个病，哎，他就不管了，哎，想吃啥吃啥，潇潇洒洒的。哎，结果他心情一好呀，这病也好了。媳妇儿，我尊重你的意愿，这不治也好，少受罪了嘛。我一定啊会陪你走完这人生最后一段路。老公，妈，你们对我真好。人生最后一段路，你们母子慢慢走吧。哎，小田，来吃饭，吃饭。哎呦，这人呀，活着呀就得高兴，哎，高兴一天是一天。是啊，妈，你也是。哎呦，婷，这是妈专门给你做的。哎呦，我怎么能吃呢？婆婆，虽然您是我的婆婆，但在我心中，我一直把您当做我亲妈来看待。您不吃的话，那我也不吃了。这菜，辣，我不爱吃辣。哎呀，小婷让你吃你就吃嘛。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就让小婷开开心心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妈，我这人生最后一段路，有您陪着，我才会安心。吃，好，吃。好辣呀！哎呦，为癌吃这么重辣，婆婆，这滋味一定很享受吧？再辣我也得忍着，身体吃的越多，死的越快，一定不能让他觉得我做的菜有问题。吃，吃。哎呦，好辣呀！妈，您做的菜真好吃，又麻又辣又鲜，和正宗的川菜师傅做的一模一样。哎，妈，您再尝尝这个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呦，好辣呀！我这胃怎么回事？哎呦，好疼，好疼啊！婆婆啊，胃里现在一定在翻江倒海的疼吧？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忍住，一定要忍住！只要能早点送走这个小贱人，再疼我都要忍。妈，你没事吧？奇怪，沈天吃这么辣，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糟了，是我得了胃癌，我要是跟没事一样，不就穿帮了？我的胃好疼啊！没事，没事，看见没有，胃癌发作了。老公，让我拿瓶水。哎，好嘞。月，快去拿冰啤，喝了冰水，这辣就会减轻点。一辣一冰，胃癌就能扩散得更快。对，就要冰的。我现在这个胃里啊，跟火烧一样。哦，对，帮妈也拿一瓶啊，我跟妈一块儿喝。婆婆，既然你对我这么狠，那你就先自作自受吧。冰凉，舒服。妈，妈，你怎么
么了？你怎么咳血了？我怎么会咳血了？婆婆，你这就顶不住了，这才刚开始而已。你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咳血呢？不对呀，沈婷这个贱怎么没咳血啊？糟了，这血我也咳不出来啊！林远不会怀疑我吧？哎，老婆，你没事吧？老公没事。妈，您是不是嗓子又流血了？一会儿我也有饭。老公，赶紧带妈上医院看看。没事儿。吓死我了！咳血一定是我突然吃的太辣，咽炎犯了。都怪沈婷，为什么不是晚期呢？啊，儿子，你扶我回房去休息一会儿。好。死赔钱货，我把他老命都赔上了。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小妈，他这是初期，还看不出来什么症状。没事啊，来日方长，咱慢慢让他。老公，婆婆，既然你们要毁掉我活下来的机会，那就先跳入我布置好的陷阱。你们都是专业的演员，没错，演技这一块啊，你尽管放心。虽然我们不是很有名气，但是呀，我们在大剧组跟大明星都搭过戏的。哎，不知道今天沈小姐你找我们拍什么戏呀？家庭大戏，演给我的老公和婆婆看。贾老师，您就饰演留给我5000万遗产的小子。5000万遗产，我怎么听不明白呢？这是我的老公，他叫林远，现在已经出轨了。小三叶裸他的孩子，我们所有的资产，包括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位是我的婆婆，她叫陈莹，现在已经得了胃癌。不过有趣的是，医院把我们的检查报告给弄反了，他们现在都误以为得了胃癌的人是我。他们不愿意为你治病。没错，他们不但不愿意为我花1分钱，还给我买了500万的死亡险。只要我没了，一切都是他们。我们只是个演戏的，恐怕也帮不上你什么忙。我就是要你们演戏给我的好老公和好婆婆看，要让他们死死的相信你们。你就是一位亿万富翁，至少留给我5000万的遗产。你们都是专业的演员，怎么打扮，怎么演得像，不用我教吧？这些就作为启动资金。另外，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现在价值最少600万，只要我能够顺利拿回来，每个人20万报酬。我婆婆得胃癌了，活不了多久，也许只需要1周的时间，你们就能拿到20万。姐，这早餐都没有，这小婷啊，哎，这大清早的，哎，她会不会是偷偷去住院了？偷偷去医院？不是，这得花多少钱？就是呀，我再去看看。妈，回来了。啊，回来了。小婷，
你去买药了？你怎么能去买药呢？这得花多少钱？再说了，这吃药也没用啊。老婆，你怎么回事啊？这昨天刚说的不治了，今天就去买药。你要想治你就说嘛，你搞得我跟我妈像是不愿意给你治病似的。老公，妈，你们误会了。误会什么误会呀？你就是不相信我们啊！我都跟你说了，你这病呀就没治，吃多少药都治不好。你要是愿意受罪，愿意花这个钱，那就随你。等将来你病没治好，钱也花光了，那受罪的可是你老公。哼，你不心疼他，愿意去受罪，那就随你。妈，我这药是给你买的啊。给我买的药？你不是咽炎犯了咳血吗？我这特意去给你买的药，你们还怀疑我？哎，等一下，就让你求着我看。你看看他那样子，不就是得个胃癌，不就是受了点委屈吗？那摆个脸子给谁看呢？也行了，妈，他也没几天日子可以过了，你跟一个死人较什么劲儿啊？没错，还是丽丽好。哎，你赶紧把丽丽娶回来，给我生个大胖小子。哎呦，我这胃里怎么烧得慌啊？都怪小婷，没给我做早餐。沈婷沈小姐是住在这里吗？你们是什么人啊？那个是不是沈婷那个小贱人，在外边犯了什么事儿？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你们要找，你们找他，找他。您就是沈小姐的婆婆陈莹吧？我叫吴婵，是贾董的秘书。我这次来呢，就是受集团董事长的委托，来找沈小姐商量事情的。董事长，那个小贱人，他要是能够得着一个什么董事长，他就不去里边跟我怄气了。我们董事长是沈小姐的小姨，如果两位不信的话，可以叫沈小姐出来相认。小姨？就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她哪还有个什么小姨啊。我们董事长早些年侨居欧洲，很少与国内的亲人来往。他这一生未婚未育，如今病重，在家族的后代中有意挑选沈小姐作为集团的新董事，并继承她的个人遗产。这个是集团的股权证明和董事长的个人财产证明。拿一堆洋文来糊弄我们啊！一看就是骗子的套路。董事长的资产都在国外，在国内无法提供财产证明，所以抱歉，这位先生，我只能给您看英文版的。哎，行，你走不走啊？啊！再不走我报警了，我告你们私闯民宅。儿子，到底有没有这个小姨？让沈婷出来认一认不就得了？小婷啊，你出来一下好不好？刚才是妈话说重了，妈给你道歉，给你道歉了。老东西，这就按耐不住了，这下乖乖的过来给我道歉了吧。小婷，你看，这些人非得说你有一个什么小姨在国外。你找错人了，我不认识她。沈小姐，您就是沈小姐，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您了。您看，小姨。小婷，你真有一个在国外的小姨？我小姨之前去了国外，和家里人都没了联系，没想到她还活着。很不幸的是，董事长他现在病重，我们这次来也是受他的委托，请您过去确认您对董事长遗产的继承。什么？我小姨生病了，她现在在哪儿？严重不严重？我想去看看她。你也不用太担心，董事长的病虽然已经进入到了晚期，但他目前正在接受国际医疗团队的治疗。经过专家会诊后确定，他还有3个月的时间呢。我可能要让小姨失望了，我剩下的时间还没小姨多，没办法继承遗产。胃癌？据我所知，你的这个病
就算是以现在国内的医疗条件，只要积极的配合治疗，病人也还是有10几年的时间，怎么会？是不是你这个婆婆和你这个老公不愿意给你治病？不是我们不想给小婷治疗，是她自己不愿意去治啊！对，就我们也劝过了，可她嫌这个治病遭罪，最后呀也不一定能治好，硬是不治，所以这媳妇儿，你说是不是？对，是我们全家共同做的决定。共同？对。沈小姐，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接受治疗，但是我希望在董事长走之前，你能够好好的活着，不要让董事长白发人送黑发人呀。你难道想眼睁睁的看着董事长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拼的集团公司落到他人的手里吗？而且按照当地人的法律，无人继承的遗产将会被全部收缴，那可是整整5000万呀！5000万？不行，一定不能让沈婷死那么快。吴秘书，你放心，小婷啊，以前在这世上没有什么牵挂，她说不治了，我们也不说啥。那现在呢，她小姨回来了，还要给她公司让她管理，那这于情于理都得治啊！治！我只需要给沈婷治个半死不活，让她熬过她那快咽气的小姨，那这遗产不就是我儿子的吗？我知道国外有一种特效药，针对沈小姐的这种病情，服药之后可以1年内抑制病情的发展，价格是10万。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沈小姐回心转意了，请与我联系。特效药应该只是短期见效，不能根治，而且会有副作用的。吴秘书，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劝小田用这个药好好治治。3天后，董事长回国，接风宴就定在了明珠大酒店。到时候，我希望沈小姐能够健健康康的来赴宴。吴秘书慢走。媳妇儿，来，走。媳妇儿，你现在呀可得治了。你看这随随便便吃个饭就挑了咱们市最豪华的一个酒店，你要是能顺顺利利的继承他的遗产啊，那咱们家不都成了人上人了吗？是啊，小婷，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你也得为你小姨想想呀。那么大一个集团公司，可不能后继无人呐。对呀。对，妈，这病我得治。刚吴秘书说国外那个特效药10万块钱，能够抑制这1年内的病情发作。妈，这10万块呢，咱家平时的钱都给你买药了，哪有什么钱了？老公，我不是把我的10万存款放在你那儿了吗？完了，那笔钱我拿去给丽丽养胎去了。那笔钱啊，那笔钱我去存银行的定期了，你现在取出来，那利息就没了。要不你先去找你同事周转一下。狗东西，一看就是把我的血汗钱拿去给小三花了，这钱我要定。算了，我是胃癌晚期，说不定哪天就要走了，谁会把钱借给我的？我还是不治了吧，这钱还是留着给妈买药吧。这钱我出，我有养老钱，拿出来给小婷治病。小婷，你等着，儿子，走，跟我去取钱去。走，妈，这10万块了，钱都给小丽了，养你未来孙子了，这哪还有钱了？你笨呐，10万换5000万，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不就是个特效药吗？等将来他死了以后，这5000万遗产都是你的了。可是这10万块，你不是说你认识那个什么放贷的龙哥吗？10万块钱用1个月，咱们赶紧把他送走，那能多出多少钱呢？对呀，虽然我听说这个龙哥对待还不上钱的人手段极其残忍，但是能尽快的搞死沈婷的话，那这钱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呀。对呀。老公，婆婆，是你们不让我活的，让你们跳下我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我就没有任何负担了。
鱼儿咬钩啦！这老东西还真是急不可耐啊，这么快就把钱没了。哎，给他们那个特效药啊，是国外用于养胃的保健品，就算他们翻译成中文，也看不出来什么端倪。哎，你拿到了没有？酸酸甜甜的，味道好极了。这10万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就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房子。这5万块钱，你先去置办接风宴，再去请几个群演去友情客串一下。这5万，我们的主角该慎重出席。放心吧，这老戏骨的演技啊，绝对不会让沈小姐失望的。就这点路，你非要打个车，你不是浪费钱吗？你这是。咱们是去见沈婷她小姨，人家可是身家1000亿的大佬，咱们总不能骑着自己家的电摩去吧？啊！哎，我说你这老太太得了重病不去医院，到我这来客气是吧？不是你谁呀？啊？什么叫得了重病？我妈那只是普通的胃炎。我也懂点中医，我看你妈这病状可不是胃炎那么简单，你最好现在带你妈去医院检查一下，扣我后账200啊！完了，要是让这师傅给我点破了，那我就前功尽弃了。师傅，这中医也是讲究问闻问切的，你这么随便一看就下判断，不是很妥当吧？他懂什么呀？庸医！我看你就是在诅咒我妈，你好好给我开声，要不然我投诉你。妈，你先休息休息，咱马上就到了啊。这什么时候连网约车都能开进明珠大酒店了？吴秘书，这几个人不会也是等下要参加接风宴的人吧？是的，这几位也是董事长的亲戚，是应邀而来的。我儿媳妇儿是贾总的外甥女，那可是嫡亲的。哟，原来是外甥女啊！不过你们这搭网约车过来也想争遗产，太可笑了吧？争遗产，遗产本来不就是沈婷的吗？贾氏集团董事长贾总到。贾董事长就要下车了，你们这些穷鬼，身上带那么多病菌，待会儿躲远点啊！你，忍一忍，等贾总宣布完继承权，让这些人给我们跪下舔鞋，他们也得乖乖听话。关于贾董这个角色出场，我安排了直升机、豪车，还有保镖。贾董的衣物、饰品、包包，我全部是高设定制。我再补充几点细节：遮阳伞、消毒水、轮椅都准备好，只有细节足够，再配合上你们的表演，才能够让陈莹彻彻底底的相信你就是一个重病患者。表姐，姑姑，姑奶，我们想你了。哎呦！重病的富豪小姨，这个贱人命可真是够好的。这些都是贾姨的亲戚啊，那咱们这个贾姨带了这么多亲戚来，难道都是为了遗产？好戏开场了。小婷，快去见你小姨。小姨，小婷，你是小婷，
听无禅说你得病了要放弃治疗，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小姨，我现在已经在接受治疗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啊！小婷阿姨，之前呀，我们都劝她，她死活不答应。现在我们全家人都支持她，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把小婷的病给治好的。你是小婷的婆婆，我听无禅说呀，小婷得的癌症是初期，国内的医疗条件呀是可以治愈的啊。你们家要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找我。能有什么困难呢？我们家虽然存款不多，但是给小婷看病的钱还是有的。你要是掺和进来了，我还怎么让沈婷在我的掌控中慢慢的死掉？小婷阿姨，这是我给您买的燕窝，您补补身子。这种次品，你好意思拿到这种场合上来？一个满身细菌的穷鬼送的东西，扔泔水桶里我都嫌脏。姑姑，这个呀是我给你买的国内一所顶级的疗养院。了解，这是我给你找的世界顶级的营养师，以后呢就由他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姑奶，这是我找大师开过光的珠子，多少人想买都买不到，灵得很。好，你的心意啊，我都收下了。无禅，把这些礼物呀妥善安置。如果把我们做的这一切看成一场赌局，那陈莹就是那通吃的庄家。只有让庄家对自己这稳赢的5000万产生危机感，他才会下场，扶我们成为博弈的赌。好了，大家都入席吧。吴秘书，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扔我的礼物？就是啊，你这也太过分了吧！董事长其实是用这样的方法在敲打你们呀。今天收到了这么多的礼物，那每一件可都是价值连城。相比较之下，沈小姐送的燕窝那实在是拿不出手啊。如果接下来你们还是这么没有诚意的话，那这遗产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还真的就不好说了。我们送那么贵重的礼物，我们也送不起呀。我们家现在就剩了一套房子，也就值500万，那贾总他也看不上啊。我不便多说。小婷婆婆呀，想吃什么呀？自己夹啊。我姑奶常年在国外，这当地口味就是重辣。你要是吃不惯的话，就别在这待着了。吃得惯。这下我的胃又要难受了。这婷婷呀，真孝顺。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呀，为了给我买个生日礼物呀，把存钱罐砸了，买了个镯子，真可惜呀。后来那镯子呀，被我弄碎了。姑姑，那不就是个玉镯子吗？现在呀，您想要多少，我们呀就能给你买多少。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呀，可是婷婷所有的压岁钱。这样说吧，一个人呀，如果有100块钱，他愿意把这100都给你；和一个人呀有1000块钱，但他只愿意给你100，这个能一样吗？哎呀，那是小时候，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大了，你看看，你现在婷婷她还愿意拿出全部家产给你买个镯子吗？不会的。道德绑架是这个老东西最喜欢用的一招。
那咱们就变通变通，来一个金钱绑架。当陈英开始考虑要不要把自己手里最后的筹码拿到牌桌上时，咱们这场赌局就正式开始了。小叶，实在是对不起啊，我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存款，只剩下一套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了，但那是我和我老公的共同财产，所以看看，我就说不会送吧，人大了是会变的，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姑姑，我看这个沈婷啊，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孝心了。她还有她这个婆婆，他们呀根本就不配待在您的接风宴上。大家听一下，听我说一句啊，这按理说呢，小婷她小姨很多年没有回家了，小婷又是她的亲外甥女儿，理应送上一份礼物。但是呢，这份礼物要是它的代价是一套房子，那我们还是要回家商量商量。对，老狐狸就知道你不会上钩，真够狡猾。面对自己手中仅剩的筹码，赌徒会开始考虑要不要抛出，而让他下定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5000万离他越来越远。不想送就不想送呗，这拐着弯的说什么场面话呢？就你们这穷酸样，赶紧滚出酒店吧！啊，出去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现在贾总回国了，一个个跑过来讨好，真不要脸呢！我知道你们今天来的目的呀，都是想知道我老太婆手里的股权，还有5000万的遗产继承给谁。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半个月后就是我的寿宴，我会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我会在寿宴上宣布我的遗产继承权最终的归属。姑姑，董事长身体抱恙，各位请自便吧。你说我姑姑这什么意思啊？她这遗产，这到底是由谁来继承啊？我送出去那些钱会不会打了水漂了？哎呀，放心，这遗产啊，肯定会在咱们3个里边挑，反正啊是不会给这一个穷鬼的。最后，一个提前知道了底牌的赌徒，会不惜一切压榨自己所有的筹码。沈小姐她率真愚钝，难道你也不明白董事长的用意吗？我也不清楚这贾总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今天就给你透个底，董事长的遗产继承书只准备了一份，那就是沈小姐的。董事长他今天之所以提起沈小姐小时候送给他镯子的事情，其实啊就是想让沈小姐再送他一副镯子，这到时候沈小姐继承遗产，其他人啊也就不好说什么闲话了。哦，你是说我们只要拿出全部身家，再给贾总买一副镯子，他就会把遗产给我们家小婷？对，你记住啊，这可不是加码，这是锦上添花，因为这财产啊本来就是沈小姐的。而要让赌徒相信泄露底牌的人，只需要上演一场利益交换的戏。吴秘书，你为什么要帮我？我只是希望沈婷沈小姐继承集团新董事长之后，能够让我坐上总经理的位置。来，庆祝我们即将得到5000万的遗产，干杯！来吧，咱俩干一个。啊！
我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到这个遗产，现在庆祝会不会太早了点？希望等会儿龙哥来的时候，你还能这么高兴。你怕什么？哎，你小姨的秘书都给我透底了，这遗产肯是给你的，跑不了的。哎，我已经把咱们家的房子抵押了，这里面的钱呀，你给你小姨挑一对成色最好的镯子送给你小姨，咱们家一定能得到这个遗产。什么遗产啊？人分我点呗。龙哥，林远，你说你们家都要继承5000万了，你还费劲找我借钱干嘛？林远，他们是谁啊？林远欠我10万高利贷，我今天来是要钱的。龙哥，咱不是说好了，那钱3个月以后再还吗？3个月？你怕是听错了，我说的是3天。3天？这3天？不是，龙哥，我这情况你也知道，你等我拿到遗产的，我到时候，哎，我3倍啊，不，我10倍的利率翻给你啊！龙哥，就算你不说，我也会用这么多。你要是拿到遗产跑到国外，我上哪儿找你呀？100万，我现在就要。哎呀，100万！现在我们家真的没有这么多钱。是。没有是吧？有没有？现在钱还在咱们手里面，是还龙哥呢，还是给小婷去买镯子？买镯子，我就不信这个龙哥他敢杀了咱们。哎，龙哥，你消消气啊！小天，快去找你小姨，这儿有我和林阳，我们2个硬耙子。老狐狸终于还是上钩了。快去！干嘛？想搬救兵吗？哪能啊！我让他去找他小姨拿钱。行，我给你2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我要是见不着钱，我就在这房子里边找。到时候，我这兄弟手笨，砸碎点你们的东西，你可别怪啊！快去吧。要不是知道你们的真面目，我还真的有点被感动到了。既然现在最大的财产都拿回来了，下一个就是离婚。还真把房子卖了？哎，你打开看了没啊？查过了，不多不少，刚好500万。哎呀，这个龙哥呀，还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见钱眼开，咱们稍微散播点消息，他就按耐不住了。男人不都这个样子？这脑袋里除了女人就是钱。哎，沈小姐，你怎么就确定陈莹不会把钱当场给龙哥？我了解他的贪心，他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沦为了一个赌徒，不把全部身家放进去，我是绝不会后悔的。这么快就放松了？这还差最后一步呢。别急，黎明前的黑暗，让龙哥的棒子再飞一会儿吧。哎呦，儿子，这个龙哥手也太狠了，把你打成这样。不过这也值了，那镯子送出去，哎，咱那5000万就稳了。好，这个沈婷这个贱人，竟然图我一钱，等我拿到这遗产，我就10倍、100倍的找他还回来。哎呀，沈婷，喂，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东西收到没有？老公，你别生气，镯子我已经送给小姨了，小姨她很开心，还飞出要来看你们。我们已经快到家门口了。哎喂，不能让贾姨知道咱这个样子，咱赶快收拾。小婷啊，你送我的东西啊，我非常喜欢，带上这个镯子呀，就仿佛我回到年轻时代了。
婷啊，小婷，你看你小姨要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看叫你小姨妈，我小姨已经决定把她的遗产继承权给我了，但必须要等到寿宴上才能宣布。她今天特意来看你们，就是不想声张。什么？你是说贾董，你小姨要把遗产给你了？但是你们一家人就是这么欢迎我的？不，小婷阿姨，刚才家里进贼了，才变成这样的。哎呦，让你笑话了。哎，我们现在就收拾，现在就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小婷，如果连我的继承人都对我有所隐瞒，那我凭什么让你继承我的财产？就是林远他在外面借了一些高利贷，实在没钱还，所以催债的人找上门。借贷？你们家在外面有贷款？贾总，你听我给你解释，这个钱贷完之后，主要是为了小婷。要是让贾义知道我们家没钱给沈婷看病，肯定会介入进来，那沈婷可就死不了了。啊，小婷大小姨，这个事儿，你看我们没借多少，就10万块钱，只是我们现在呀手头有点紧，不过小事儿，我们自己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对，小婷，马上跟林远离婚。什么？离婚？不行啊，小姨，你为什么让我跟沈婷离婚啊？我不想我的财产到最后是为她老公还债，连高利贷都带上了。林远在外面不知道染上了什么，你现在立刻马上跟他离婚，不然我的财产也别想继承。小叶，小姨，沈婷，媳妇儿，你可不能跟我离婚啊！你不会落井下石的，对吧？你要现在跟我离婚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老公，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你这个傻子要是不想离婚，你那个精明的妈可就不一定会这么想了。我看呐，这婚可以离，只有离了婚，小婷才能顺利的拿到这笔5000万的遗产。你脑子是有洞嘞，你怎么想的呀？妈，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这家里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会不管你们呢？哎呀，小婷，你别激动，你跟林远是假离婚，等到你把那5000万的遗产拿到手了，你们可以再复婚呢。算盘打得真好，可惜啊，离了婚，我跟你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妈，老公，你们放心，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我绝对不会抛下你们的。不过小婷，咱们得先签个协议。可能是妈不信任你啊，妈是怕你这笔钱到手以后会有人不怀好意把你的钱骗走了。这协议内容呀，就是这个遗产的最终归属权是林远的，反正是钱拿到手以后你们复婚了，这钱还不都是咱们一家人的？是啊，原来在这儿等我呢。好啊，签协议有什么用？反正根本就没有这笔钱。妈，还是你想的周到。签，我现在就签。妈，你这都疼多久了？要不咱去医院吧？你也就是嘴上关心我，咱们家现在哪有钱啊？等那个贱人拿到了遗产，不用你说，我也要请最有权威的医生给我看。妈，我总感觉小婷这回出去啊，有点不一样。是有点不正常。那你们刚离婚，他就跟他小姨出去旅游，不是这个，妈，不是这个，我是看他收拾的。他这次出去啊，带了好几个大箱子啊，把那衣柜都快搬空了，就好像他这回出去之后不再回来似的。不会吧，儿子？虽然他跟你离了婚，但这也跑不了呀，协议在咱们手上了。谁呀？
我去。你说谁呀？啊！大早上踹我家门，你们有病吗？你谁呀你啊？我可是房子主人请我来收租了，可是没关。你说什么谎？房子主人是吧？来，你把他叫回来，我把他打得光光正水。你找我啊？这套房子几天前已经被我买下，这是房子的房产证。我不是这个主人，谁是？妈，这现在房子也没了，那外面一屁股的债，那手上1分钱都没有，咋过嘛？啊！儿子，咱们一定要撑住，等熬过了寿宴，等我们手里有了钱，我们就住最大的房子，吃最好的餐厅。操！沈清这个贱人，他在外面潇洒，让咱们娘俩流落街头。不行，我得给他打电话，让他问他小姨借钱给咱们。对。喂，沈婷啊。我和我妈现在房子没得住，吃的没钱买，你说怎么办？你们先忍一忍嘛，等到了寿宴，确定了遗产的继承权，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我怎么忍啊？我没吃没住的，我忍。喂，什么？老公，信号不好，我听不到。喂，这是。好你个沈婷，有种！你别让我再看见你！恭喜你啊，重获新生了！恭喜恭喜！走吧，去商场，今天的消费有我买单。走。老公，婆婆，虽然你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但是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滚！哎，哪里来的臭乞丐？等我进去，我看你还敢这么说。哎，小兄弟，我们是来参加贾总的寿宴的，麻烦你给我们通报一声。什么贾总？什么寿宴？我们这儿没有。现在的臭乞丐我真敢想，蹭席都蹭到我明珠大酒店来了。不可能啊！贾总说的时间地点都没错呀。大兄弟，麻烦你帮忙查一下，我们呀是来继承那5000万的遗产的。对。什么？5000万啊！你个臭乞丐，做梦没做醒吧？滚！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里面的人拦住他们！这些水果点心你们就先分了吧，寿宴还不知道到哪天呢。小婷，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先去休息吧。妈，你怎么来了？对了，我小姨找了个中医，她现在正在治病呢，所以这寿宴一时半会儿开不了。啊，沈婷，你耍我们是不是？是你说的，到了寿宴你要好好补偿我们，现在又说推迟了，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我小姨做的决定，我有什么办法？妈，别着急啊，你。妈，哎，妈，走，妈，那不急吗？啊，你这些天在外面潇洒，你知道我跟妈怎么过的吗？我看呀，你是不是想独自吞掉这份遗产呀？沈婷，你别忘了，咱们俩还有协议呢。这怎么能怪我呢？我小姨的病情最近不知道怎么的，就好转了许多，所以这遗产一时半会儿我也拿不了。沈婷，我不管，我们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你。你必须马上把遗产拿到手，你的未央债活不了多久了。你要是死了，什么也得不到了。哎呀，哦，婆婆，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呢。不过，我刚去查过，我这胃癌啊是5-5症。啊5症？没错。婆婆，
真正得了胃癌的人是你。真正得了胃癌的人是你，是你。你是说，是我得了胃癌？对啊，你难道没有发现自己的胃变得越来越差了？其实是医院搞错了我们的体检报告，胃里得了癌的人一直都是你。我这胃怎么回事？哎呦，好疼，好疼啊！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咳血了？我怎么会咳血了？吓死我了！咳血一定是我突然吃的太辣，咽炎犯了。难道真的是我得了胃癌？不可能！医院怎么会搞错呢？一定是你在胡说，是你胡说，对不对？你个坏家伙，把我和我妈都骗成什么样子了，还拿我们当笑话啊？信不信由你们了。对了，反正啊，是真的你们也不怕。当初我说我得了胃癌的时候，你们不也劝我放弃治疗吗？现在自己真的得了，不信就算了，反正你们也是个小孩。臭乞丐，干什么呢？把我这当什么呢？走！滚！再敢来，我打断你们的腿！呸！你个臭宝啊，你耍什么威风？还有沈婷啊，一定是想独吞遗产才故意吓我们。我到时候让你好看。哎，妈，胃又痛了，你这不是普通的胃炎吗？这怎么看起来这么严重啊？儿子，你快带我去医院看看吧。我怎么觉着那个小贱人好像说的是真的，我好像真的得了胃癌。上腹部疼痛、钝痛，频繁胀气，还泛酸。你还有其他什么病症吗？对，吃了冰辣食物就更严重了，甚至还能咳出血来。医生，我这是胃炎吧？就是普通的胃炎吧？不像是。你先做个胃镜检查吧，我怀疑很可能是胃癌啊！什么是胃癌？哎呦，医生，你可要救救我呀！我不想死，你可要救救我呀！现在咱们这种情况怎么治啊？林远，你什么意思？我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是卖腰子也得给我治啊！两位先不要着急，具体情况还要先等胃镜结果出来。我先给你们开个单子。姓名？陈莹。陈莹，疑似胃癌。好，你们赶紧去吧，要等检查结果出来。好，快点。胃癌，儿子，妈要是真的得了胃癌，你可一定要给妈治，你可不能不管我呀！治，咱这拿什么给你治啊？啊，那钱跟房子都没了，沈婷又拿不到遗产，你等死得了。遗产，对，沈婷肯定是为了独吞遗产才故意吓我的，我没有病啊！李医生，你看一下我妈的结果报告。胃腔肿块狭窄和溃疡，胃壁增厚，胃壁僵硬，胃黏膜皱壁消失，这是胃癌中期的症状呀。医生，我这检查结果没问题吧？我不是胃癌吧？田医生，从结果显示您的胃是什么？你让我跟你一起骗你婆婆？
张医生，我太了解我婆婆了，她平时节俭惯，如果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她肯定会因为不愿意花钱，然后不配合治疗的。张医生，她如果来查报告的话，您就告诉她，她只是身体上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让她回去慢慢疗养就行了。只有这样，我才能跟我老公慢慢哄她，让她一起配合治疗。可这不符合我们医张院。医生，规定是冰冷的，但人是有温度的。如果你告诉她真实情况，那我婆婆可能会接受不了现实，一头撞死在这医院里。那这样的话，对您和对医院都不太好，不是吗？不如咱们一起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更加稳妥一些。行吧。谢谢医生。就是一些炎症，不碍事的啊。真的只是炎症是吗？我就说嘛，我没有得胃癌，没有得胃癌，一定是那个小贱人得了，他还故意的吓唬我。不是就好，不是就好。你照了单子去抓药。哎，医生，这么多药，这得多少钱呀？这里面很多都是进口的控癌药，沈婷女士，我已经尽量帮你隐瞒了。这是第一个疗程，大概需要4000多块。这个药不能停，一定要坚持2年。4000多，还吃2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一个胃炎，你给我开什么药呀？你们这些庸医就知道吓唬我们，赚我们的钱。我不得胃癌，给我开什么药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我知道什么呀？知道，我知道，我就一个胃炎，你就敢给我开4000多的药？你小心我投诉你！你这个病必须坚持吃药，如果不吃就完了。完什么完？我自己的身体我能不知道？走，我们走。是不是？喂，张医生。我是看在你有一片孝心的份上，才帮着你。可是你这个婆婆简直是不可理喻，她不相信自己得了病，反而是对我破口大骂。下次她再来呀，我一定要实话实说，如实告诉她。胃癌初期症状确实和胃炎很像。我的好婆婆居然不相信自己真的生病了，还在医院发疯撒野。等到你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不要美的单程。妈，你现在是没病，可咱钱跟房子都没了，咱能去哪儿啊？是听了挨千刀的，我们现在变成这样，都怪他想独吞遗产，就想各种办法来。你针对我一定不让他好过。哎呀，人家沈迪现在去旅游去了，你上哪去找他呀？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给我们打钱，不然我们就去他公司去闹，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沈婷的丑恶嘴脸。喂，哎，沈婷，我没有病，我根本就没有病。什么？妈，你没病啊？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再换家医院查一查。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哦。你还想骗我？我不会再上当受骗了。给我们俩安排好吃的住的，不然我们就到你的公司去闹。我看你以后还在公司怎么做人。我都要继承我小姨的亿万遗产了，你说那小破公司我还会在乎吗？沈婷，你别忘了，这些遗产你想独吞根本不可能。你还知道有协议啊？你说我现在要是怠慢了我的小姨，你们连个屁都捞不着。好，那你就给我个准话，让你圆我们两个是个定心丸。
1个月。虽然小姨现在身体有所好转，但最多再坚持1个月。到时候在寿宴上，她一定会把财产全部继承给我。好，那我就等你1个月。1个月，让他们慢慢熬去吧。沈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1个月后的寿宴呢？别急嘛，这钱还没到，我们怎么举办寿宴啊？钱还没数到？没错，我们排练了这么久精彩的戏，没有观众付钱买票，这怎么能行？这2个观众没房没车没钱，自己熬这个月的费用都够不呛，估计啊也没钱买票。他们没钱，不代表其他人没钱。林远这个人，一旦离开了这个女人，就会开始寻找下一个。哎呦，这1个月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我们总不能在大街上乞讨吧？哎，妈，我们可以去找小丽啊，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呢。哎，况且她还怀着我的孩子，不会不管我们的。哎呦，这在小三儿呀寄人篱下，这会儿传出去，哎呦，我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呀？你这个老脸往哪儿搁啊？你要不跟我走啊？你的脸皮搁公园去吧，我走了。哎，儿子，你等等，咱们2个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小丽她能接受咱们吗？怎么可能不接受咱们呢？我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就让她接济我们1个月，这你能不乐意吗？啊，儿子，小丽跟你在一起就是图你的钱，现在你存款没存款，房子没房子，咱们直接去，她不仅不会接济咱们，还会把咱们赶走，把孩子打掉。哎呀妈，这有那么严重吗？啊，小丽跟我在一起，肯定不只是图我那些钱呐。哎呦，儿子，你把自己想得太有魅力了。他不图你钱，不图你房，他图你什么？图你年纪大，图你不洗澡。那我们直接告诉他，以后会继承几千万的遗产，不就行了吗？肯定不行，这要让王毅知道，那还得了？咱们呀，要让王毅既觉着咱们是一切如常，又不能让他知道咱有几千万的遗产。哎，小丽，来，哎呀，小丽，我想死你了！小丽，我终于跟那黄脸婆离婚了。什么？你这死样子，别气坏我带孙子。小丽呀，我们很快就要成为一家人了。离婚？怎么这么突然呢？那个黄脸婆啊，不是得了癌了吗？在家里不跟她治，她非要治。那我说，那你要治，我就跟你离婚。还没想到她一生气啊，还真就要跟我离婚。哎，这不，我们刚去民政局办完手续，我就迫不及待来找你来了。林远，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那财产，你们是怎么分的呀？财哦，哎呀，财产，他傻不拉几的说我沾上的东西都脏，他嫌脏，结果他净身出户了。沈婷净身出户啊？那你怎么拖家带口的来我家呀？哎呀，小丽呀，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呢？哎，林远呀，他是想提前给你适应婚后生活啊。适应婚后生活？那怎么不把我直接接到你们家去啊？我们老家有个规矩，这离了婚呢，这房子1个月以后才能搬进去住，不然呢，这住进去的人就会沾了晦气，一辈子要打光棍的。对，小丽你也知道，这我妈呀，这个思想比较保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对不对？有这么邪乎啊？小丽，你不是一直想和我结婚吗？我保证啊，过几天咱们就去领证，我给你办一场世纪最大的婚礼，让你穿上最漂亮的婚纱，让你成为这世界最好看的新娘。我这些话，哪个女人听了能抵住啊？死林远，你知道我等这个承诺等了多久吗？来，妈，过来坐。哎，好，不用管了，来。欠你们钱的是上人的房主，关我什么事？给我赶紧走，再不走我就叫治安师了。哎，你，妈的，林远居然敢跑路！你最好是藏好，别让我逮着了。
你们是在找林远吧？你不是林远的老婆吗？说，林远现在在哪儿？要不然，今儿晚上你就别走了。我跟他已经离婚了，不过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我前夫他是个大孝子，他妈妈的胃不好，你们可不能欺负他妈妈。小丽，你这房子虽然小，但住着还是很温馨的。妈，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一直住在这儿。绝佳的观影位置。那我们可就要住一段时间了。我去开门。Surprise， 龙哥，林远，哎，龙哥，好戏。林远，让我找的好心肠啊！哎，哟，地方找的不错。龙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还钱！林远，你跟谁呀？啊？这里是我家，你们想干什么？都躲债，都躲到女人家里了。林远，也算男人。躲债？林远，你在外面欠的还有债？你是为了躲债才来找我的？林远，你小心点，别被揭穿了。完了，这下不会又要挨顿打，又要被小丽赶出去了吧？哎，小丽，这真是误会了啊！我就是来想见你了，怎么可能是为了躲债呢？你要相信我呀！小丽，你看，这是我给咱孩子买的小猫，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的过日子啊！这孙子真是坏透了，比我都坏。那你什么时候借的贷啊？啊？为什么要借？你怎么都不跟我说说呢？就是搞了点小投资嘛，借了点小钱，现在还没回本。小丽，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咱的孩子呀！你想想，高等奶粉，高级幼儿园啊。那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呀。还真让你糊弄过去了。你这个王丽，怎么男人一甜言蜜语就智商下线了？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吗？啊！你们这是私闯民宅，赶紧给我出去！我告诉你，林远他欠我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他要是不还钱，我们还真就不走。哎，龙哥，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1个月时间行吗？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1个月时间，我连本带利的全部还给你啊！少他妈废话，你今天不还钱，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龙哥，我求求你放我们吧！啊，龙哥才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至少不会轻易的放过你那个生病的妈。哎，小犊子，我看来你是真拿不出钱。狗日的，东西拿过来，拿过来！龙哥，你这是要干什么？我听说你这个老娘胃治不了，我呀有点好东西，专治胃病，以毒攻毒，效果绝对好。不要，我不要！龙哥，你不要这样，不要，我不要！把他给我按住！儿子，快想办法，想办法呀！吵死了，给我开！哎，龙哥，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妈妈，放过我妈妈！滚！妈，既然你的胃没什么问题，那这一点苦你就替我受着吧。哎呀！亲妈受罪你装死，你宁远真是个大小子。林远，你快想想办法呀！你妈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受得了啊？小丽，啊对，
我可以骗小丽帮我还债啊。小丽，小丽，小丽，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咱不能看着咱妈这样受罪呀！吃软饭都吃到小三身上来了，林远真是没出息。小丽，就当我求求你了，以后咱们结婚了，就我妈就是你妈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救救咱妈吧啊！小丽，小丽，快救救我！这个钱我来还。林远，你躲债躲到女人家来，现在还债还要让女人替你还？行，连本带利100万。100万！林远，你欠这么多的钱，我怎么帮你还呢？小丽，我这些年在你身上花了也不少钱了，就算我求求你，你今天就帮我这一次行吗？啊！果然，这男人给女人花的每一分钱都会记得一清二楚，总想要着这些付出能够回本。拿不拿钱？再磨叽，给你这个老不死妈，再来一瓶。不要！小丽，你再帮妈一次，等你嫁到咱们家了，我一定好好待你，我伺候你，不让你吃一大口。小丽，这妈都这么说了，我来，给我摆点。我这里只有20万了。这20万是林远这些年花给我的，我就算拿出去，我也不亏。20万？你欠我100万，大饭要饭的呢。龙哥，龙哥，这20万呀，我们这平头老百姓是全部的财产了，您先收着啊。龙哥，这个20万就当我孝敬给您买酒喝的，1个月之后我就能拿到5000万，到时候还2倍的利息给你啊。1个月之后啊，我要还不上你龙哥的钱，你把我腰子嘎了去卖。1个月啊，再给我耍花招，弄死你！好，走。妈，慢点。林远呐，你刚刚跟龙哥都说了些什么，让他就这么走了？当然是不能让你知道这5000万的遗产了。别急嘛，小龙，我慢慢告诉你呢。你怎么咳血了？不是胃炎，怎么还咳血了？对呀，只是普通的胃炎，为什么会咳血呢？你这种情况我好像见过，我有个大舅，他之前也是胃不好，一直不重视，最后咳出了血，上医院一检查，结果是胃癌。小丽，你怎么能咒妈呢？我们刚从医院做完检查出来，医生说了是胃炎，怎么能是胃癌呢？妈这是被辣椒水呛到了，现在是急性肠胃炎，咳得血而已。小丽，你刚才救了我，我是感谢你，可现在你又说你……哎呀，不是啊妈，我那个亲戚的情况真的跟你这一模一样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林远，快扶我回房间休息。走吧。既然王丽愿意给你挨打20万，那我就让你再多担几天。还好家里还有胃药，先让妈给喝了。终于没有那么疼了。哎，这个王丽心肠可真坏，她盼着我死，她以后骗你钱就没人给你出主意了。哎呀妈，要不是说你还是你要先见之明啊，我们俩这还没结婚呢，他就打这些歪主意。哎，要是让他知道了，咱们以后还能继承5000万的遗产，那还得了？5000万遗产？说梦话呢，这娘俩。王丽不会偷听到什么不好的话，那我可得
再加点猛料。他以为他帮咱还了点债，就能骑到我们头上了。哼，他真是做梦啊！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结婚的。等咱们呀拿到那个遗产之后，直接跑路。顾林远，妈，沈婷电话，沈婷的，快接，快接呀！沈婷，他们不是离婚了吗？竟然还有联系？喂，沈婷啊，寿宴到底什么时候办呀？我都等不及了。小姨已经拟好了继承书，要在寿宴当天签字，完成他遗产交接。沈婷要继承他小姨的遗产，他们不是离婚了吗？为什么林远这么高兴啊？王丽啊，你可听清楚了，你这个情夫就要继承5000万的遗产了。那寿宴到底在哪儿办呀？小姨已经把她寿宴的事全权交托给我了，但我现在正犯愁呢。她光说交给我办，也没给我拿钱，我这不是找不来为无底深坑吗？那怎么办啊？这应该是这个贾总对沈婷的最后一次考验。这个寿宴要是办不好，遗产就不会继承给沈婷了。啊，小婷啊，需要多少钱？你告诉我们。既然真的要花钱帮沈婷办宴席，难道他们真的能拿到5000万遗产？那要看大办还是小办。如果小办的话，1-2万就。你这个精明的老狐狸，应该知道选什么。那大办呢？如果大办的话，这小姨的寿宴肯定需要180桌了。但它也是最高规格的，再加上摄影师、主持人这些七八八的，没个30万，肯定打不住。什么？30万？30万是吧？哎，你放心，我们一定让人把这寿宴办好。林远花30万也要帮沈婷办好这个宴席，看来林远也能拿到这笔遗产，竟然瞒着不告诉我，哼，怕我分你们遗产是吧？接下来这个戏，可就要看你们自己发挥了。你答应倒挺爽快呀，可是30万呢，咱俩上哪儿弄去啊？那不是还有王丽吗？那不是还有王丽吗？好事情不想着我，花钱的事情一个一个都找我来了，狼心狗肺的一家人，我真是瞎了眼根了你们！这刚借完咱们20万，他哪还有什么钱呢？你以为王丽不会给自己留后手啊？他肯定还有存款呢。可是，这王丽刚借给咱们钱，咱们又找他借，他能答应吗？哎呀，你这么笨！哼，行啊，既然你们这么想拿到我的钱，那你们的钱也得分我一份了。老公，婆婆，这下你们可又惹上人了。你怎么突然带我来某营店了？上次那个小帽子，你不是特别喜欢吗？咱们这次啊，给宝宝挑一整套的衣服，你觉得怎么样？男孩女孩都不知道呢，有什么好挑的？这宝宝的衣服它不分男女啊！哎，走吧走吧，咱继续看看。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不想跟你在这里浪费时间。小丽，你今天怎么回事？我哪儿做的不对惹你生气了吗？你说不说？哎，我说。哎，其实就还是上次那个投资，他现在那个项目先差30万才能运作起来。我也是想着为了宝宝以后的生活条件好嘛，我不能看着这个项目给黄掉嘛。为了宝宝以后的生活条件好嘛，我不能看着这个项目给黄掉嘛。哦，找我借钱来了是吧？哎呀，小丽，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什么钱不钱的，这听上去多生分。是啊，我也觉得有点生分了，是吧？我就知道。那咱们现在就去领证吧，只有真正变成一家人了，才不生分，你觉得呢？现在领证？是啊，我的钱只有交给家里人才放心。一旦结了婚，我之后拿到那5000万，不就也得分他一份了？哎，小丽，你这提的也太突然了，婚姻大事嘛，啊，
咱们回家和咱妈商量商量啊。结，这婚必须结，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这寿宴要是办不好，我们就完了。妈，你难道不觉得有点不对吗？小丽这个时候提出结婚，总感觉哪儿不对呀。哎呀，他这小三儿当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出头，前面他又替你惦记了20多万，哎，他肯定是想结婚的嘛。我总感觉今天王丽对我的语气有点不对，她好像是知道那5000万一样。我担心她分财产啊。哎呀，他知道又怎么样？到时候我们拿着钱直接跑国外了，他到哪找咱们呀？老公，我们终于结婚了，你开心吗？开心啊，当然开心了。那以后呢？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了，当然，你的钱也就是我的钱了。王丽的钱已经到账了，不过这次筹办宴会都用我的钱，这张卡里的钱不动，我以后有大用。咱们这次要怎么演？你们知道捧杀吗？捧杀就是把人捧到最高处，再让他摔个粉碎。整天萝卜咸菜，咸菜萝卜，没有胃病也吃出胃病了。你们来我家都快1个月了啊，成天无所事事，四体不勤的。我一个孕妇，还要给你们做饭，做完饭了之后又嫌弃这嫌弃那的，你还讲理吗你啊？你现在既然是我林家的儿媳妇，就得伺候我这个婆婆。你不想伺候，你滚出去！哎，不是，这到底在谁家呀？哎呀，行了，别吵了啊！一会儿咸菜都凉了。等我有钱了啊，一人给你们雇一个保姆，一人伺候一个，行了吧？妈，你这胃病又犯了吧？你什么你啊？你自己胃不好，吃了饭就吐，连累的我一起跟着孕吐，你还有理了你？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呀，你吵什么吵啊？别吵了啊！我接个电话。喂。寿宴要开始了，明天上午10点，明珠大酒店，我等你了。儿子，是不是咱的苦日子要熬到头了？妈，沈婷的电话，她明天上午叫咱们去明珠大酒店。好，咱们的5000万就要到手了。咱什么也别说，明天直接去拿到钱，咱就直接飞到国外。看来是遗产要到了。老公，怎么啦？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我说呀！咱们现在可是一家人啦。没有，骚扰电话而已。小丽啊，以后啊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会想你的。啊，那就好。想跑可没那么容易。哎，吃饭啊！都怪这个王丽，也不知道把钱给藏哪儿了，害得我们连车都打不起。哎呀，妈，走了这么远的路了，你撑得住吗？撑不住也得撑啊！哎呦，妈，坚持住，5000万就在前面。哎妈，兄。哎呀，小伙子，你妈病得这么厉害，你怎么不带她去医院？还在这里瞎逛什么呢？不是，
你老头，你谁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妈是年龄大了，走了2步路，太长时间了，累着了。哎，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给我胡说八道啊！哎，我行医多年，不会走眼的。你妈这病如果再拖下去，可能要无力回天了。你这个人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呢？我跟你没冤没仇，你怎么用这么恶毒的话咒我？儿子，把这个人给我赶走，赶走！张伟，该滚蛋！别逼我动手啊！说我歹毒，我看你是一己度人。哎，这身上的病好治，这心里的病难医呀。神神叨叨的，那走，站起来。哎，儿子，别理他。这有些人呀，就是自己生活过得不顺，看到人就想找茬。咱们走，别让这个人毁了咱一会儿的好心情。走。妈，上次咱们打车来，被他们笑话了半天。这是咱们走路来的，他们还得……哼，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人上人了，他们敢笑话我，我就狠狠地怼他们。走。林太，叫我林太。林太，上次说话多有得罪啊，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是啊，林太，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跟我们计较啊！对，林太，我们那都是开玩笑了，你把我们的话当个屁，不是放了就行。他们这是在跟我道歉。我说你们这帮人还要不要脸了？你们上次把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这次以为说几句软话就能过去吗？对了，这个呢是全球顶级美容会所的终身会员卡，我们呢希望你能永葆青春。哎，您收下。难道他们是知道了财产继承的消息，想讨好我？无功不受禄，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了？那个沈小姐，如果有一天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有什么合作的项目的话，你可以帮我们说句好话。还没坐到位置上，礼都送上门来了。哦，对了，宴会马上就开始了，二位一边请一边见。二位有心了。婆婆，把你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你可要多享受享受，因为很快你就会重重的摔下来。请出示你的邀请函。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让我进去呀！王丽，她竟然跟来了。那这最后一场谢幕，你就友情出演一下吧。发生什么事了？沈小姐，这个人没有邀请函，还想进入？我慌什么？他又不认识我。你知道里面办的是谁的手段吗？我知道，是贾总的。你跟贾总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没有邀请函？我来者都是客，既然来了，再让你走，倒显得贾总不够大气。让他进去吧。这个沈婷，没想到这么好糊弄。谢谢沈小姐。不用谢我啊，我只是想让这出戏变得更加精彩一些。吴秘书，贾总什么时候到？董事长马上就到了，只要一到，这遗产交接仪式啊就可以开始了。等完成了遗产交接，可不要忘了咱们之前的约定啊。吴秘书，放心。前面有请吧。呀，这是林太太。哎呀，林太太你好。林太太你好，你好。林太太，以后多多关照。哎，林太，您这可真漂亮呀！
哎呦，林少，哎呀，又高又帅，这小伙子。林少，百闻不如一见啊！林太太您真漂亮。林太太，你气色真好啊！我真的要成为人上人了。这下他们是真的飘了。这样的场景，换谁来感受一下都得飘。那咱们啥时候准备，让贾老师登场？别急，再让他们感受一会。毕竟，飞得越高，摔得越惨。妈，我怎么感觉今天这些人都有些不太对劲儿啊？呀，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我看呀，你就是苦日子过惯了，这猛的一下被人捧起来，你不习惯了，赶紧适应适应，一会儿别在这跟我丢人。这不是妈，今天这个宴会厅啊，还有这些人啊，都不太对劲儿。你看啊，对，你不是经常爱刷短剧吗？这些人啊，就像短剧里面那些演戏的，就有点用力过猛了。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就是说有一个人花这么多钱，请这么多演员来办了一场宴会，糊弄我，他无聊不无聊啊？我看难说。难说什么难说？那5000万就在眼前了，我警告你，你别在这儿给我整什么幺蛾子。不是妈，你闭嘴！你要是不愿意拿这个钱，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大家安静一下，董事长和沈小姐已经到了，咱们掌声有请。贾姨已经来了，你给我老实点。看见没有？他手上拿那个，就是贾姨给沈彤的遗产继承书，他马上就要在这里宣布遗产的归属权了。只要在上面签了字，那5000万就都是咱们的了。很荣幸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老太婆的寿宴。这次寿宴呢，有2个目的，第一是为我老太婆祝寿，另一个呢，就是我将要宣布，100年之后，我的财产将由谁来继承？要宣布了，儿子，我马上就变成有钱人，马上变成有钱人。我知道。下面我宣布，我的财产将在我100年之后全部捐给致力全球人道主义事业的国际慈善组织。什么啊？儿子，你听清楚没有？说遗产。这次把全部财产捐给慈善组织，是我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我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在我短暂生命中创造的微小价值，能让更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我跟你说，你还想不想当总经理了？你告诉我，你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你看到的这样。这不可能，你们都是在骗我的，这怎么可能？我的5000万说没就没了。妈，你冷静点。这不是真的，我一定是在做梦，我一定是在做梦，这绝对不可能。连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出来，这一切都是假的了，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呢？沈小姐，这个人是我们剧团的演员吗？这个人啊，他是林勇的小三，算是我请来的友情出演吧。这下有好戏看。小丽，你怎么来了？王丽，你敢打我？我打的
就是你，我就要打死你啊！什么狗屁5000万呢？我真是信了你们的邪了，害得我费尽心机，辛辛苦苦跟了一路，结果呢，就是来看这么一出哄傻子的戏。原来你早就知道5000万的事，你还跟踪我？是啊，我要是不跟踪你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一家子这么蠢呢？我告诉你啊，在你卖腰子还那100万高利贷之前，先把我的50万给还清了。你以为我们还不了你钱？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叫贾总签字，我现在就让贾总签字。贾总，贾总，你这老婆子，你干什么你？贾总，你给我签个字好不好？只要你签个字，我的梦想就在，我的5000万就废不了。贾总，怎么是空白的？怎么是空白的？字儿呢？条款呢？字儿呢？条款呢？道具老师要扣鸡腿了，光做一个封面，真把我婆婆当傻子了。冤枉沈导，这谁知道这老婆子她会上去翻那几页破纸呢？这妈，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们在演戏，你不信啊？这不可能！你们还给了我顶级美容院的会员卡呢，会员卡。要不你翻到背面看看？超市的购物卡。不可能！那一切走得那么真实，怎么可能会是假的？难道这都是他们在演戏？我精心策划的这一场戏，终于被你们发现破绽。不可能！之前的一切都那么真实，怎么可能是假的？不真实，怎么骗你们上当？在你们要下定决心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策划，让你和林远一无所有。不过有趣的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而你和林远真的已经一无所有。沈婷，你现在做的所有一切，你不觉得恶心吗？你抛下你原先的家庭，还让他们变得一贫如洗。恶心，抛弃。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得道者多助。你和你这个妈是最阴的。妈，你怎么了？妈，快送你妈去医院吧，她现在胃癌晚期发作，一定生不如死。你够了，沈凌！你还嫌你把我和我妈害得不够惨吗？你还想戏耍我们？你觉得我们会心灵桂花吗？林远，好啊你啊，在外面欠债100万，还拖着一个重病的妈，你告诉我，你拿什么来还我的钱呢？小丽，你相信我，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够了，林远，你说的所有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再信了，你就等着离婚吧你。小丽别走啊！小丽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跟我离婚！你不要抛下我了！你们两个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都是咎由自取。你现在你舒服了吧？你满意了吧？就是个疯子。那我这个疯子还会帮你妈叫救护车呢，而你这个大孝子，看见自己妈变成这样，只能无能为力。我才不要你什么救护车呢！我妈没病，我妈只是普通的胃炎。妈，你想说什么？儿子的胃好痛，快送我去医院！你叫他救护车呢？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晚才送我来啊？这么晚呢？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早就跟你说了是胃癌晚期，你们非要医生亲口说出来才相信。沈凌，给我闭嘴！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我为什么不能说话？这看诊费都是我垫付。医生，你就跟他们说，这报告单上到底写的是你吗？
根据胃镜报告显示，病人内部的胃黏膜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溃疡和肿块，而且淋巴管呢也受到了轻量扩散。综合以上的症状，我们确诊为胃癌晚期。这下你该信了吧？胃癌晚期。医生，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做了那么多次检查，而且就在你们这家医院，那么多报告上都显示正常，怎么到你这就变成胃癌晚期了？就算检查完就得了病，到现在也不能发展的这么快呀。报告就在这里，我的判断不会有错。这上面写什么我也看不懂。你是不是胡乱诊断，危言耸听，想让我们多花钱？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怎么可能在这里胡乱说呢？你放屁！我看你就是这个庸医，在这信口雌黄。你小心我告你误诊并枪，让你在这家医院干不下去。这……哎呀，你怎么这么麻烦？把张医生叫过来不就好了吗？他之前不都是张医生看的诊？张医生。对，叫张医生，我现在只相信他。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喂，张医生，麻烦你来我这里一趟。要是张医生来了，说我没有得胃癌，你就得给我一个说法，最起码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老东西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敲诈呢。张医生，我是按照报告确诊为患者为胃癌，可是他们就是不信，一直在这里闹。陈医生，张医生，我之前的病都是你给治的，一直都挺好的。你快看看这个检查报告，告诉这个庸医，我的身体是不是很健康？陈医生，你的病确实是胃癌。什么跟什么呀？你连报告都没看就确认我妈是胃癌？张医生，你可不要吓唬我呀！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经不起吓唬的。不过你放心，你的病啊，应该已经治疗的差不多了。治疗的差不多了。这怎么会这样？张医生，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是胃癌晚期。晚期？我真的得的是胃癌晚期？不可能，这不可能啊！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们？你们不要为难张医生了，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你们不要为难张医生了，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沈婷，又是你！对，是他，就是他，说怕你们知道病情会想不开，他会偷偷给你们治疗。可谁会想到你现在你的胃病已经到了胃癌晚期呀？沈婷，原来你早就知道是我得了胃癌，你没有得病。你就想看着我一步步走向深渊，沈婷，你的心机怎么这么重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们了，可是你们死活不相信啊！闹什么呢？你，张医生，你快告诉我的病还能不能治了？这个癌现在是中后期，如果积极治疗的话，有概率能够控制住。沈婷，你听到没有？我的病还有的治，还有的治。你费尽心机做了这么多，到最后我还能治好。不过还是有危险的。而且这个治疗费用大概需要30万。治，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治。治什么治啊，妈？
这实在也拿不出钱给你治病了呀。我看要不你看看你身上哪块器官还能卖，替你儿子还债得了啊！林远，你这说的什么话？我没有让你卖器官救我，你反倒放弃我了。妈，不是林远不给你治病，而是这个病啊，它就是个无底洞。这30万也只是个数目，如果真的要治疗的话，还不知道要搭进去多少钱呢。妈，小林说的对呀。婆婆，现在我把你说的这些话全部都还给你，不知道你好不好受？婆婆，这不是宁远不想给你治，而是太多得了这种病的人拼命的往里塞钱，到最后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人也没了。如果是我得了这个病啊，一定不治，我把钱呐都留给林远。哎妈，是啊，儿子，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想让我死。沈婷，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不要在这多嘴。可是妈，我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了呀，我这外面还那么一堆的负债，我实在没办法了呀。对，沈婷，还有沈婷，抓住他，我们的钱都是被他骗去了，抓住他，让他把钱吐出来。对，沈婷，还有沈婷，抓住他，我们的钱都是被他骗去了，抓住他，让他把钱吐出来。你还愣着干嘛？快抓住他！小子身子不够命！那什么，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这医药费我先替你们垫付了。看你们这么惨的份上，我就大发慈悲，不用你们还了。再见。你这个庸医，你这个庸医！保安！黑心医院，看我们没钱了就赶人，狗眼看人低。那个沈婷，我找到他，跟他没完。哎呀妈，行了，就别抱怨了，咱还是想想你这病怎么办吧。我可是没钱再给你治啊。对呀，我们可以去找小丽呀。哎呀，妈，你想什么呢？这小丽啊，恨不得闹成那个样子，还天天找我催着我要钱，你找她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可是跟小丽是夫妻关系，小丽的那套房子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在律师已经撕破脸了，我们回去直接提离婚，分他一半财产给我治病啊！妈，我们俩领证的时候我是负债的状态，就算离婚，这分的财产我们能分多少啊？你傻呀！现在是能多捞一点是一点，小丽现在也只有这一点利用价值了。对呀，这小丽现在恨不得剥了我，那我再怎么样，她也不会再相信我了，那还不如直接撕破脸，再把她身上最后的油水都查。哎呦，好儿子，终于开窍了。哎呀，走。这是林远从你那骗走的30万，我现在还给你。你先不要着急感谢我，我把这笔钱还给你，是想让你跟我联手，让林远这个渣男再也动弹不得。一会儿我会把我的计划告诉你，如果你同意了，再拿走这笔钱。整治林远的事情，我怎么会不同意呢？更何况能拿回我的30万。这是林远的一个社交账号的主页，这上面显示最近活动的时间是1周之前，也就意味着他和你同居期间还在这上面聊骚。你这个王八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账号的？我没离婚前就发现了，只是他当时还不是很过分，现在可
就不一定了。他现在就算做出多么恶心的事情，我都不会稀奇了。不过，就算我们戳破这个事情，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戳破呢？男人做的每一件出格的事，都在向我们暴露弱点，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弱点来布置陷阱。你想怎么做？你知道林远现在来找你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吗？认错、道歉？不，是离婚。他知道你不可能再原谅他，所以索性破罐子破摔，分走你的财产，给他妈治病。虽然他跟我结婚的时候是负债状态，但他要真的跟我离婚的话，法院肯定会把我的一部分财产判给他。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净身出户。那我们所掌握的这个社交账号，就派上用场。他怎么会同意净身出户呢？这陷入绝境的赌徒，面对自己最后一点筹码，往往会选择 all in。而你要做的，就是稳住林远，让他不要带着筹码提前离场。儿子，一会儿咱们先从气势上吓到他，再逼他离婚。哎呀，放心吧，妈，对付他呀，我那是手大把掐。王丽，开门！王丽，王丽，老公，我好想你啊！你干嘛怎么才回来呀？可让我担心坏了。来，快进屋。小丽，你……老公，坐。老公，我想通了，咱们都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管你是在外面欠了债，还是妈的病，咱们都应该一起想办法。小丽，你能这样想就太好了。这老公我之前有做了很多不对的，我还想着瞒着你。哎，老公给你道歉，给你道歉啊！妈，你也放心，你的病啊，我就算是把房子给卖了，也会帮你治好的。小丽你行吗？妈，老公，咱们一家人呐，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我去给你们做饭。哎，我去帮忙。哎，这小丽无事献殷勤，我看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哎，就你聪明啊！那小丽对咱们是一片好心，你别没事找事了。小丽啊，你说咱们两个是不是太久没那个什么了？哎呀，林远啊，我这还怀着孕呢，你还有没有个阵型了？哎呀，人家很着急嘛。哎，去。既然这大鱼已经上钩了，这鱼饵是不是该让我看看了？我让吴禅同他们剧团给我找的演员已经来了。太美了，这连我都快抵抗不住了。这林远只会是越陷越深的。蛊惑一个人渣这种戏码，我可太喜欢了。那这是林远的资料，平平无奇，拿下他轻而易举。他现在是惊弓之鸟，可没这么容易骗了。这是你的新身份，熟悉熟悉。是我为林远量身定制。
是我为林远量身定制。死我了！哎呀，烫死我了！妈胃疼，让你给倒杯热水，你看看你。哎呀，你自己再擦擦。你干什么呢？你赶紧打电话把小丽叫回来，她之前可是答应给我治病，就是把房子卖了也给我治的。妈，出了门啊！哎，你聋了吗？我不是让你打电话给小丽叫回来给我看病吗？你吼什么吼啊？啊！你着什么急啊？你这个病已经成这样了，你拖1、2天又怎么样了？啊！你再急我急吧，走了。哎，你，我去，第一次见面就找了个这么贵的地方，不会是个捞女吧？为什么这么贵？我连黑都黑不起啊！不行，我得赶紧走。一远，我去，这是我聊的网友，这么漂亮啊！你是翟偏是吧？是我。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出去透透气儿。你不觉得这里面太闷了吗？要不咱不换个地方吃饭吧？你不会觉得我连这顿饭都吃不起吧？坐吧。我出来约会可没有让男人买单的习惯。倒反天罡，你还买上单了？要是只点低价区和优惠区的菜品，我就笑了。只点贵的。服务员，要一份法式鹅肝、鱼子酱糖醋排、肉扣南非豹，甜点就要抹茶覆盆子蛋糕。不是，你这点的菜单上也没有啊？被我识破了吧？还想糊弄我？啊，先生，你往后翻，这前面啊都是普通用户的菜单，后面啊是本店贵宾用户专享的菜单。啊，刚刚在小姐点的都是后面的菜。还有什么要点的吗？这没有了，这些都够了，够了。我去，我这是要傍上富豪了？剧情要开始发生转变了。你对我感觉怎么样？我挺好的，挺满意的。我对你也挺满意的。那有件事我就不瞒你了，我被渣男抛弃了。分手后我才发现我怀孕了。什么？怀孕？你？是的，我打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等会儿。哦，你的意思是说，在孩子出生之前，你要跟我结婚？没错，但是不是我嫁过去，而是你入赘过来，并且孩子以后跟我姓。那我这不就是喜当爹了吗？而且孩子也不跟我姓。只要你肯入赘进来，我保证，以后你和你的家人以后一定衣食无忧，并且我可以给你立一个契约，等孩子长大后，如果你想离开，我们可以离婚，并且你可以拿走我财产的30%。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不对呀，可是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要轮到我呢？你以为我没找过其他人吗？但是孩子不是亲生的，还不能跟自己姓，并且要入赘过来，这些是那些男人不能接受的。这帮人可真够要脸的啊！吃软饭难道不香吗？不就是喜当爹吗？反正我现在啊已经一无所有了，还在乎孩子是不是亲生的干嘛？好，不过呢，我得回家跟家人商量商量，我家里还有个老妈呢。那希望你尽快。回去我就找小丽的茬儿，逼她离婚。沈姐，你给我剧本里面加了这么多男人不能接受的条件，就不怕他听完直接跑路了？
他现在可没这么容易被骗。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必须是焦一块糊一块，他才会放心的去咬。那他要是觉得这件事太丢人，直接拒绝呢？他现在哪还会在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他已经丧失了他引以为傲的男人的尊严，所以我才会说，我给你的这个身份啊，是为他林远量身定制。我还以为搞定他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没想到他这么好骗。光脚不怕穿鞋的赌徒，往往在陷入绝境的时候，会抓住他任何能抓住的藤蔓，而不会在乎他到底结不结实。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假装不知道，等他先出击？不，你要先出手。什么？你要跟小丽离婚？你跟小丽离婚了，那谁给我治病啊？听我说，你听我说啊，小丽她现在手里也没什么存款了啊，你真以为她会卖了这个房子给你治病啊？啊，行，就退一万步讲，她真要卖这个房子，这破房子，那卖的钱能够你治病吗？啊？可是咱们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小丽了。你要是跟她离婚，你总得给我说说为什么吧？哎呀，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她小丽算什么呀？我在外面啊找了一个富婆，她看中我了，要跟我结婚。哎，她可比小丽有钱多了，还比小丽漂亮。哎，我俩要是结了婚，你这治病的钱不就有着落了吗？哟，儿子，你别是又被骗了？这么大的便宜能让你捡着？他看上你了？看上你啥了？看上你又老又洗澡。你以为人家傻呀？他要是没点问题，他能找到我呀？这个富婆呀，她是被人甩完之后怀孕了，想在孩子出生之前呢找到我跟我结婚，我喜当爹。哎，这怎么行啊？这就是让你给替别人养孩子呀！哎，行，你就告诉我，你要是觉得你活够了啊，我就跟小丽继续过下去。你要是觉得你这个病想治，行，我就跟小丽离婚，我去找富婆结婚。那你也不能这么草率呀！哎，你把他的条件给我说说，让我替你把把关。你看什么看？你活不活吧你？哎，人家急着催呢，咱要不快点，人家找我家家来。哎呀，那你就这样给小丽提离婚，她能同意吗？哎，找茬还不简单吗？王丽，你回来正好，你的林远，你看看你，还有你这个妈，整天待在家里，啥也不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我看你妈的病也别想治了，慢慢等死吧。王丽，你故意找茬是吧？啊，你明知道我妈一身病，你不在家好好照顾她，你出去上哪找野男人去了？我就算是去外面找野男人，你也没有资格管我。我跟你说清楚了啊，你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全靠我提供。说白了，你就是一个吃软饭老男人。你什么你啊？啊，我也真是瞎了眼了，包养谁不好啊？偏偏包养你这么一个普信男，还跟着一个快要死了的妈。好啊，那你既然过不下去，那就离婚呀！啊，老子离了婚，肯定比你在这过得滋润。你就等着过你的滋润生活去吧。离婚？我凭什么跟你离婚啊？我告诉你，这个婚是不可能离的，但是这日子呢，谁也别想好过。你给我装什么呀，王丽？你回家整这么一出，不就想逼我跟你离婚吗？啊，跟你离婚，我能捞到什么好处呢？你跟我领证的时候，可是什么都没有带进来，除了你这个快死的妈。咱们呐，就这么慢慢的耗着吧。你妈的病呢，我是不可能治的。大家可是要得过谁吧？好，老子净身出户行了吧？啊，你这点破东西，老子还看不上呢。终于上钩了。好啊，那就去离婚呢。离就离，等老子发达了，你千万别后悔。好啊，我等着你让我后悔。走。果然呐，这林远实在太想帮富婆了。那这才刚离了婚，就火急火燎的回去收拾行李去了。你这个东西啊，喏，我有个一样的。这可不是啥好东西啊。这个东西啊，就说明咱们俩挑男人的眼光都不怎么样。哎，算时间，他们两个是不是该收拾好了？对啊，那这么值得庆祝的时刻，咱们是不是得去凑热闹？哎呀，哎，啊！你这个人跟个拖油瓶似的。你等我跟这个富婆结了婚，我非得找一个保姆好好伺候你啊！那你干嘛？我干嘛呀？
我吃我不玩去，我干嘛去？什么？他怎么把我给删了？什么？他怎么把我给删了？什么？删了？电话有没有？哎呀妈，我们是网友，这联系方式就这一个。哎呦，完了！你这个猪脑子肯定是又被骗了。你要是害得我这病没法治，我就跟你没完。不可能啊，他没理由骗我呀。他就算骗我了，他什么也得不到啊。那除了让我离婚，他难道？你这个蠢货，你终于想明白了。你没发现这件事情跟之前沈婷整我们的手段有点相似吗？肯定是沈婷阴魂不散，背后指使，想方设法在整我们嘛。等会儿，这怎么会呢？啊，我跟小丽离婚，这跟沈婷有什么关系啊？他跟沈婷，他俩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他会联起手来整我吗？啊？谁说我们水火不容了？在对付狗男人的路上，我们的目标可是很一致的哦。小丽，沈婷，这果然是你搞的鬼，你真是卑鄙无耻！好呀，你们两个小贱人勾结一起，害我和林远，让我们没法治病，你们两个要遭报应的。报应？要是真的有报应，你们两个早就该下地狱，而不是现在还在这想着如何作恶，如何觊觎窃取别人的东西。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不相信报应，我只相信报之不报。好啊，那我们就还回王丽他们家，赖在他家，他不给我把病治好，我们就不走了，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不好意思啊，我刚换了锁，你们呐可能进不去了。你们两个小贱人，好重的心机啊！对付不择手段的人，那我们的手段肯定要变得更加高明一些。毕竟我们只是想拿回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而你总想拿着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他们该还的已经还了，恩怨两清，我们走吧。哎，小丽，我错了呀！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孩子呢，你也不想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我会好好教育我的孩子的，将来可别跟他爸一样。哎，小丽，妈，这下咱们什么都没了呀！妈，我给你挑一个风水好的地儿，你躺下得了啊！不行，我一定要治病。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到沈婷的公司去闹，逼他还钱，就看沈婷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了。沈婷，还钱！出来！就是他借我儿子的钱不还。沈婷，你别以为一直拖就能拖过去。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还钱，我天天来你们公司提醒你。还真是阴魂不散。今天不管怎么样，你必须把钱给还了。一句话，没有欠条吗？还是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我欠你钱？各位，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经济纠纷，反倒是这个人，他叫林远，是个老赖，现在已经上了失信人员名单，大家可以上网查查，看我说对不对？哎，别拍！还真是啊，长相和姓名都吻合。没想到这个让别人还钱的人自己都是个老赖。林远，我操！哎！妈的，可算找着你了！妈的，可算找着你了！龙哥呀，哎，龙哥，我错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都是他骗了我，他把我的钱全部都给骗走了，我没有，我听你解释个蛋，给我打！哎，我们这里不准打人。你那我们出去打，可以吧？逃出去！哎，妈！沈婷，那又怎么样？你们可以把林远拖出去，但是你们谁管得了我？你儿子现在在外面挨打，你还想着给我找事？没错，你今天要不把我治病的钱还回来，
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我是管不了你，可是恶人自有天数，就是不知道你儿子给你准备好后事。沈婷，还我钱，还我治病的钱，还我钱！婆婆，其实你早就病了，你病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你的心。我没病，我没病，你胡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和林远不仅贪心大，又心术不正，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罪有应得。沈婷，要是我当初答应给你治病，会不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没有如果，你们本性难移，要重来一次，还是会那么做。希望你们下辈子能做个好人。